再试试看，不适合就算了。就是因为我身边处女座的女生标准高到一个爆炸，因为他们比较渣。你有种吗？我没种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没种少女，我是嘎金，我是奶盖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虽然下雨，但还是人潮众多的西门町。要来访问大家，访问什么？再一次。要来访问大家，哪个星座就应该怎么追到手？没有错，为了我们的男性观众们谋福利啊，手把手教你怎么追到喜欢的对象，还在等什么？废话不多说，立马出发 ，Go！ 那接下来想问你，觉得怎么样追巨蟹座成功几率会最高？怎么追巨蟹座成功几率会最高？我觉得巨蟹座很吃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，就是比如吃饭的时候，你如果主动去拿，就是什么餐巾纸啊、筷子啊，然后放在桌上，我会觉得哇，他这个人好像家教蛮好的，或者是蛮贴心的，或者是我觉得生活中小细节还蛮重要的，我蛮喜欢的。主动，怎么样的主动？聊天然后开话题。那你是自己比较被动？对，我是比较被动。细节控，就有那种被关注到细节或者照顾到情绪的感觉，就没有。因为我觉得双子座我自己吧是比较那种情绪化，有照顾到我的情绪的话，我都觉得蛮 OK 的。要慢慢来，然后就是可能每天给一点关心，然后就是聊天这样子，就会慢慢的慢慢得到他。就是认识很久吧。金牛座对你不抗拒的时候，太熟的话变朋友也很奇怪，但是不熟变情侣也觉得很奇怪，所以才会说金牛座真的很难追。因为我们应该都会算蛮热情的，那我觉得你要给我回馈。就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说，分享什么事，然后你就要给我情绪价值，说真的假的？哦，是哦，真的假的？先长得好看，先就是干净的外表，不是说长相一定要多出众，就是至少你是会打理自己的外表。第一眼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的，就是不要那种邋里邋遢什么一见面那个胡子没刮，真的是不行。要陪我一起玩，陪你一起玩。对，不是真的什么夜店酒吧那种什么，是例如说可以跟我一起去玩跳伞，一起去做热气球，或者是一起去玩什么滑翔翼什么之类的。真诚，然后跟他多聊真心的话语。我觉得适时的给一些浪漫，就是给他一些惊喜啊，然后他讲的一些事情，然后你要听进去，有一些改变。如果都没改变，你就拜拜这样。他就是这样啊。那怎么还在一起？他居然跟我掰了，没有啦，我改变。我昨天跟他讲说，我们再试试看，不适合就算了。你追过什么星座的女生？双子、牧羊、摩羯。没了。是真的要没了。我都没有追。那怎么在一起的？就是被追。你的？还没有。啊，你笑得很开心耶。暧昧对象对你们做什么样的举动会让你们觉得最重、最小鹿乱撞？我觉得我已经离那个好遥远。那你一开始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有做过什么让你觉得很心动的事？很心动吗？给我钱。当我觉得如果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，可能才认识你几天，我觉得你这人还不错。那如果他直接碰我，我会有点反感。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不是故意想要有肢体接触。但如果是不经意的，我会觉得还 OK 这样。那我想问一个直男应该会想知道的问题，就是摸头可以吗？摸头还可以。有熟了之后是 OK 的。靠着我就有可能了吧？就是身体有接触到这样。背包吧，或者是拉到那个靠内侧，这人比较多的话，他会牵着，就是会直接先牵着你的手，就怕你的安全嘛，对吧？然后所以就是什么话都不要讲，直接牵你的手。对啊，真的这样有感觉，霸道，对。你以为你这是在玩火？好像没有遇过什么觉得很浪漫的事情，我好像都觉得蛮解的。就是可能我们走在路上，可能旁边有人走很快，他就这样搂一下。这样会很解哦。因为可能我没有跟他暧昧，大家可能觉得我跟他暧昧，就这样搂我就觉得不好。我觉得摸头是最暧昧的行为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觉得摸头是最暧昧的行为。这有一种宠溺的感觉。我觉得摸头很顶。
女生就是有时候女生想要撒娇一下，她虽然没有吹得很好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只是有实际行动。对，就是让我觉得很开心这样。煮饭给我吃，因为我超爱吃。因为助理就我觉得比较内向一点，然后有时候会找他出门这样子，然后聊聊天、看看海这样子。我觉得是关心对方，就是一天的课程下来，然后很累的时候，他会问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。身体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，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，他可以立刻马上来，就是也是蛮有行动的那一种，我会蛮心动的。哪星座女生的？母羊，我去查过，就是感觉他喜欢惊喜，像那个校园偶像，就是在楼梯间的时候告白，撞到他，然后抱他，然后我回去就传讯息问他，对，然后问他什么？是我喜欢你，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撞到他抱在一起，然后没讲话就走了。追女生的时候是走比较浪漫的风格，还是比较务实？这个要看呢，就是你要看对什么人呢，就是要不同的方式。那你追女朋友的时候走什么方式？就浪漫吧。比如说做了哪些事情很浪漫？我妈没有给我发饭钱，你可以先借我钱吃饭吗？你说她跟你讲这句话吗？没有啦。这样是这是在追吗？不是，我是就是打一篇那个，对，然后追他。先小作文再借钱。对。哦，看你是蛮会玩游戏的，有攻略的。仪式感对你来说重要吗？我觉得偏重要，我蛮吃仪式感，就比如说情人节有一朵花，我就觉得还不错，不用一束一朵花，或者是吃个饭这样。我觉得蛮重要，因为我男朋友是属于那种比较不浪漫嘛，因为他连他自己都不太喜欢过生日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我生日的时候，他怎么都没有点表示，我就觉得会有点失望。很心动吗？给我钱。用钱能解决都是小事。我也是，觉得就是生日还是要出去吃个饭吧，就是就算没有送礼物，应该也要一起过这样。非常重要，我觉得还好，普通生活的感觉就可以了，就是不一定要惊喜。要有惊喜，我是公主公主就是要有惊喜吧。我觉得就是心意比较重要，就是比如说那种小卡片就已经很开心啦，就突然给他的，对，开心。我的仪式感就是可能该过节日有过到就好，就是可能需要他行动的时候，他会来有付出行动。我跟他应该差不多，就是一年中该过的节日可能2-3个都要过，但是平常还是务实为重。我是一个超在乎仪式感。跟朋友的话，生日的话，如果我今天觉得我很在乎这个朋友，我会存钱买礼物啊，然后还有那个手写卡片。在恋爱关系中，仪式感对你很重要，就是你也会这样子。对，那他如果没这样对，我觉得今天既然我决定要送了的话，那就是比较小心，因为如果是我觉得是为了回礼而送的礼物，就没有那个感觉，而且这样很容易让自己失落。就是不有时候就是那种时不时的那种小礼物，就其实就他才会记住你的喜好。对。那他如果觉得不需要的话，我其实也可以就可以。我觉得看自身的状况吧。其实我觉得在一起久了，仪式感并不是多么的重要，而是两个人在一起有没有一起去成长，然后对对方有没有上心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对我来说重要吧，可是跟他一样，因为我之前交过的男朋友也都是4-5年，就是比较久一点。要过了那个热恋期，其实能够保持一个长久的新鲜感也是要有，可是最主要的，我觉得还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举动。我觉得有用心就可以了，就是他有想到你喜欢的东西，然后为了你去做这样子，蛮重要的，我觉得蛮重要的。就是我今天传给他说我很想要这支的，然后他就会默默记下来，然后买给我。看异性的时候，你们第一眼会先注意对方的哪里？会看身高跟脸，眼睛好看也蛮加分。眼睛吧，因为有句话我很喜欢，就是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，就是你能看到他，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喜欢你这样子。眼睛，我喜欢那种眼睛大的单眼皮。眼睛，因为我觉得互电的感觉，就是第一个眼神好就是他了。因为我这任男朋友就是这样来的，他是一见钟情，对。
眼睛，可是我觉得眼神蛮直接的，你会先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眼神。我是身高，你有最理想的身高？178。我跟要求不高还好，还可以，我现在有降低一点。所以之前是更高。对，180之类的。差不多，很有安全感。身高啊，身高啊，大概理想身高多高这样？175以上，就看起来不要跟我自己一样就好了。对方的身材吧，有腹肌，然后比较瘦。有。我自信。你觉得是身形还是身材？身形就是他那个比例，然后对。我觉得其实就感觉吧，我是靠感觉，就第一眼就是不会去特别注意哪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。是真心话。真心话。我不会特别看某一个部位，我应该是看整个型吧。就是一眼看过去那一个人的型是不是我喜欢的，包含就是例如说发型、整个五官、穿搭，整个，因为你一眼看过去，其实我觉得对双子来讲，就是第一眼的印象很重要。看气味，要不要先看看你自己在说什么？因为很臭的人其实就觉得没有在打理自己啊。我觉得气味管理很重要。你有遇过臭的人？哦，很多，我觉得很多人都很臭。汗臭味就是可以理解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稍微喷一点止汗剂，对，可以适当的进行管理。看发型，不要那种阿字头，或者是那种旁边两边剃掉，只有中间那样子。那很解，那很解，完全不行。就是蛮喜欢那种有烫过的，或者是中分的那一种。那你觉得最容易追的？最容易双子座。为什么？就很容易在一起呀。他打小作文给我了，然后我就答应。对，一篇作文就可以拿下了。射手，因为他们比较渣，所以就比较容易成功。巨蟹座，巨蟹座，巨蟹座，为什么？有什么故事吗？就是因为我身边蛮多巨蟹朋友，感觉他们很容易就是会替别人着想一点，就是可能他没有做太多太让我们平常人感动的事情，但是他可能就会觉得，哦，他这样子好好哦，就很能共情啊。对，他就很替别人着想。但他们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，觉得他好像对我不错，虽然我没有很喜欢他，但我还是跟他在一起看看好了。还是可以给他机会看看。对，双鱼吧，双鱼就比较喜欢多感情一点，就会主动跟对方想发展关系、认识对方这样子。双鱼感觉就比较恋爱脑吗？应该吧。比较恋爱脑。对。好容易别人对他好，他就行动，就直接在一起了这样。双鱼，我很容易心动，但我不太容易喜欢上别人。我只交过2任，然后那2任我觉得就是短时间内很多细节，然后我就被灌爆了，然后我就咪咪喵喵了。我身边有一个双鱼的女生，真的是她从国中开始就在讲说，哦，以后你要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我要生3个小孩，怎样，这都想好了，国中就在讲好了。可是事实证明，她现在也已经结婚了，超级早，然后就超容易晕船，就是她从国中开始，而且她有她属于她自己的粉红泡泡。水瓶座的女生很容易晕船，因为我有个同事就是水瓶座，然后她就是看到那个类型跟就是斯文败类，然后我晕船了，这样很夸张。哦，我是水瓶座，我也蛮喜欢斯文败类。你跟我同事一样，不好意思哦。水瓶就讲一些很恶心的土味情话就追到。那你有追过水瓶吗？有啊。有。怎么又有？不是啊，有一些没在一起就不算了。哦。对啊。是要看没有在一起。对，但是这就很看。我发现星座其实蛮不准的，有时候。其实星座蛮准。我觉得天蝎啊，就他，就感觉男生随便骗一下就可以了，连聊天的时候是可能夸他一下之类的，他都可以很心动的那种感觉。承认吗？对。我觉得天秤，是我身边天秤的女生都感觉都蛮常被追到的。我觉得他们只要就是出去几次，然后聊聊天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我觉得没有，我跟身边朋友比起来，我觉得我比较好追，就蛮看感觉，就是频率有对到，就觉得 OK， 然后就会在一起。花时间这样子，对他才是一种依赖感吧。
我觉得哪个星座的女生最难追到？我有一个摩羯座女生长得超漂亮，她对男生就是很果断，就不喜欢就不喜欢，然后她也不会去理那些男生，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然后男生就会碰到那个线，她就把他推出去这样。摩羯吧，感觉有点比较工作狂一点，会先注重自己，才会再注重他人。是先把自己放在那个主位嘛？对。我觉得是摩羯座，因为摩羯座就是他很看重现实层面。如果摩羯感觉是一个，如果你今天没办法陪我一起成长，那我可能就不会选择就是跟你一起去死。他很看重会不会有结果。就狮子因为我朋友狮子都是硬石头啊，就对啊，就真的很难追。狮子吧。你刚有说你有追过狮子吗？双子、牧羊、摩羯，是不是多一个？没有狮子啊，是有在收集星座的吗？那我想问一下，你用了哪些撩人的话，就是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？我现在临时想不到啊。然后那个时机对了，会突然蹦出几句，然后那些是你自创的吗？还是有一些是上网找，有一些是自己想的，有一些是刚好那种情景，在教室，然后无聊的时候转头就撩一句。你说一转头，然后就跟他讲情话。对，差不多是这样。那是国中的时候了。对哦，我现在高2了。女友心情觉得怎么样？好烂哦，怎么会看上他啊？我觉得不一定还是要看人，星座比较偏大方向，每个星座都还是会有难追的人。我也是有朋友，就是他也是那种很海后的感觉，就到处钓男生。他是狮子，然后好像每个男生都跟他有好感，但他也没有长得特别漂亮，比较容易跟男生混熟的那种。狮子座吧，因为我觉得狮子座的女生比较有自己的主意，然后她比较不喜欢被人家控制。处女就是他们很龟毛，就可能也是要一段时间，就是相处确认说他们很合之类的才会答应。处女座，他们感觉就是很理性，他们也会吃细节，但是他们可能有些细节对我来讲，感觉好像这好像本来就会做到的事情，感觉。处女吧？怎么说？就是因为我身边处女座的女生真的是标准高到一个爆炸，就是她连交朋友都是，她不跟长相丑的交朋友，然后我就那不就还好，我还有列入她的朋友当中。处女座，但处女座就比较闷骚。今天的街访就到这边结束啦。你是什么星座的呢？这些行为有让你觉得 doki 吗？或是你还对哪些星座感到好奇的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有种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